今天又是宋三岁来遭罪，不过好在今天下班时宝家都没有在睡觉，这让宋三岁收熊的工作轻松了不少。宋三岁这时给通道门打开了，爱宝开始完成自己下班前的最后一项任务，那就是不把青团带回家。而辉宝则坐在一旁，举着一根长长的竹子，像模像样的营业吃饭。下一秒，辉宝听到宋三岁员工门打开的声音，辉宝一溜烟就跑了。要是给辉宝放在野外，辉宝肯定也会受到危险，因为还没等危险来临，辉宝就跑掉了。辉宝总是跑走后再回头查看，先行动再思考。辉宝看到原来是宋三岁后，激动地从小亭子上下来，冲向宋三岁。宋三岁让辉宝走自己的专属通道，辉宝也很听话，秒懂宋三岁的意思。而瑞宝紧跟其后，一起走了回去。爱宝铲完青团后，又趴在扶手上休息了一下，不过这更像是在等待着什么。爱宝表示宋三岁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一会儿，只见宋三岁走出门，将一块小苹果放在了爱宝的身后。原来爱宝是在等自己下班前的最后一块小苹果。爱宝立马转身想用自己的小苹果，之后爱宝也没有再为难宋三岁，乖乖从小亭子上下来走回了家。乐宝这里看到爱宝那里不回去，就会有小苹果吃。乐宝也学着爱宝的样子，故意不回家，等待着小苹果。不过乐宝等来的是宋三岁开门后的2声大嗓门。为什么从福宝走后，宋爷爷就没有再制作过小玩具，而且给福宝制作的玩具再也没有在园区出现过？或许宋爷爷在节目中的这一回答就是答案。 이렇게 푸바오한테 장난감을 만들어주시는 특별한 이유가 있을까요? 세상에 하나밖에 없는 푸바오를 만들어줘야지 이런 생각을 했던 것 같아요. 宋爷爷的回答很简单，但是却意义非凡。宋爷爷讲到，这些玩具也只有福宝拥有，这句话也就意味着宋爷爷不会再为瑞宝和辉宝制作相同的玩具。仔细想来，宋爷爷真是用心良苦，因为只有这样，当所有人在看到福宝这些玩具时，只能想到福宝用过和玩过它的样子。例如福宝的躺椅，当粉丝们看到它时，第一反应想到的就会是福宝坐在上面玩耍时的画面。再例如牙刷以及福宝的竹子手机。每当看到这些相关且类似的玩具时，相信宝家的粉丝们第一时间想到的都会是福宝，绝对不会出现第二个大熊猫的身影，因为这些玩具只有福宝拥有过。而宋爷爷之所以不再为瑞宝和辉宝制作同样的东西，或许就是怕瑞宝和辉宝的身影会渐渐掩盖掉福宝在这些玩具上留下的记忆影像。宋爷爷通过这些玩具，用这样的方式让福宝继续留在了韩国，留在了韩国粉丝们的心中。独一无二的福宝加上独一无二的玩具，才真正的体现出了福宝的独特。宋爷爷以后或许还会继续为瑞宝和辉宝制作小玩具，但想必将不会是福宝同款的玩具。像瑞宝和辉宝最近吃的胡萝卜棒棒糖，和福宝小时候吃过的胡萝卜棒棒糖就有了些许的不同。现在瑞宝、辉宝吃的胡萝卜都是圆形片状的，而福宝小时候胡萝卜棒棒糖多是圆形球状的。而突然飞来的蝴蝶更是点睛之笔，这也将永远不会被模仿，让福宝这可爱的样子定格在了这里。而宋爷爷就是想要将福宝永远封存在这些玩具上面。有这么可爱的辉宝天天跟在宋爷爷屁股后面，宋爷爷怎么还会继续碎呢？辉宝正在将碎掉的宋爷爷一点一点重新拼起来，每天有这么可爱的辉宝陪着，要是还沉浸在悲痛中的话，这就有点不给我们辉大王面子了。宋爷爷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宋爷爷现在每天也都在以最饱满的状态回应着姐妹俩，在陪伴姐妹俩当中，让自己一点一点从悲伤中走出来。瑞宝和辉宝轮番上场，姐妹俩轮着哄爷爷，这充实的生活让爷爷根本没有时间悲伤，这样宋爷爷就可以把对福宝的爱转移到瑞宝和辉宝身上了。而对于福宝的离开，不舍归不舍，但两个爷爷一直以来都是以正确的价值观告诫自己，以及用科学的知识对韩国粉丝们做科普。例如将爷爷讲的，因为大熊猫到了4岁左右的年纪，将迎来它们雄生的第一个重要时刻，而对于韩国现有的大熊猫，根本无法满足于福宝这个阶段的需要，所以如果这个时期福宝不回国的话，福宝反而会更加辛苦。而今年福宝对春天的到来就出现了轻微的浮躁情绪，内心的躁动让福宝难以克制自己的行为，而等福宝成年的那天到来，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而福宝需要忍受更大的痛苦。所以福宝在这个时期回国，等合适的时间让福宝找到另一半，这样对福宝来说才是健康的。所以江爷爷表示，现在这个时期给福宝送回国是正确的。而宋爷爷也为韩国粉丝们讲解过，野生大熊猫从脱离妈妈开始独立觅食，接着到之后的繁育，这每一步都是需要按时去完成的。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没有按时完成，
那对大熊猫来说是不好的。宋爷爷和江爷爷这也是在为韩国人民树立正确保护野生动物的知识。而对于爷爷们而言，伤痛归伤痛，但两个爷爷的大局观从来没有变过，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办法，在现有的时间里去照顾福宝，让福宝去接受回国。今天又让宋爷爷来照顾这长满竹笋的草坪，对宋爷爷来说简直就是天堂。此时宋爷爷的双手已经蠢蠢欲动了，宋爷爷没有墨迹，赶紧采摘了2根新鲜的竹笋给乐宝送了过去。乐宝坐下后丝毫没有犹豫，拿起大竹笋直接开啃。乐宝吃着竹笋，宋爷爷在旁边不断的碎碎念念。乐宝为了让奶爸不那么尴尬，还侧过身来回应着奶爸。竹笋虽然看起来比较大，但乐宝仅用了1分钟的时间就给竹笋吃完了。看完乐宝的吃播后，宋爷爷来到了爱宝的房间。爱宝看到有竹笋了，手里的竹子也不吃了，开始享用奶爸给的竹笋。同时这天还是韩国的儿童节。韩国的儿童节与我国的儿童节不是一天，韩国的儿童节是每年的5月5日。宋爷爷为姐妹俩准备了小礼物，是宋爷爷亲手制作的竹子滑板车。这是姐妹俩出生以来过的第1个节日，也是宋爷爷自福宝离开以后第1次重新营业，给宝家制作玩具。看着竹子滑板车的卖相，宋爷爷完全可以干个副业了，在爱宝乐园摆摊卖宝家同款玩具，根本不用再出什么周边。这用竹子做的玩具对姐妹俩来说不仅可以玩，还可以用来磨牙，而且也不用担心甲醛超标等问题，因为竹子都是纯天然的。瑞宝玩耍了一会儿，有点累了，一屁股坐在了滑板车上。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滑板车好像出事故了。而辉宝这里则对滑板车有点过于喜爱了，都不知道怎么玩好了。在辉宝对滑板车不断的宠溺下，滑板车很快就支离破碎。不过这同时也给宋爷爷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因为自己做的玩具受到了姐妹俩的喜欢，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且这也让宋爷爷有了继续创造新玩具的动力。晚上下班时，宋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回家。此时瑞宝为了追逐爷爷，头也不抬，路也不看，追着爷爷就跑进了通道里。想必这也是宋爷爷最轻松的一次收熊了。辉宝是大熊猫界唯一一只被人用鞋子所驯服的大熊猫。辉宝喜欢啃咬爷爷皮靴的这个癖好真的是改不了的。这皮靴对辉宝来说那是一啃一个不吱声，每每看到爷爷皮靴就像看到了宝贝一样，甚至有时还想抱着爷爷的皮靴爬到树上翻倍。而一旦宋爷爷不给辉宝皮靴的话，那辉宝就会用力。要知道辉宝是熊，虽然还小，但是咬合力依旧是在熊的力量范围之内。每辉宝咬宋爷爷时，宋爷爷都会疼得龇牙。当然辉宝并不是故意的，只是辉宝不懂得如何控制力气，凡是自己有多大力气就用多大力气，有时一不小心还会给爷爷咬伤或划伤。但就算如此，宋爷爷并没有被辉宝咬急眼，仍是一个愿咬一个愿挨。不过慢慢的，宋爷爷也学精了，每当看辉宝又要来咬自己时，宋爷爷就直接把皮靴脱下来丢给辉宝，等辉宝玩没力气后再给皮靴收回来。这样辉宝即玩耍了皮靴，宋爷爷还不用挨咬。而瑞宝这里则比较文静一些，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抱着圣西姨母的大腿，想要和圣西姨母贴贴。不过也可以看出，圣西姨母作为一个 I 人，也有在很努力的想融入进去，想和两个爷爷一样，在园区跟姐妹俩蹦蹦跳跳。但现在的圣西姨母仍是有点放不开。不过想必圣西姨母多跟宋爷爷玩一玩，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宋爷爷所感染的。一会儿，圣西姨母从地上捡了一块竹笋，递给了瑞宝。圣西姨母又在光明正大的偏心了，表示竹笋只有瑞宝有哦，辉宝没有哦。眼看瑞宝吃的差不多了，也到下班点了，圣西姨母抱起瑞宝往家走。圣西姨母学着两个爷爷的样子，抱着瑞宝给游客们打了个招呼。可以看出，圣西姨母有在很用力的让自己变社牛了，而宋爷爷也紧跟其后。不过辉宝这里画风比较不一样，辉宝仰着面，一脸享受的模样。